为石墙围成的小院，大半区域为灰黑土壤，只有中间留下一条狭窄的青石小路，还有2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灰黑土壤里种植着一株成熟的灵芝，而在一旁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，少年16、17岁的年纪，一袭蓝衫，身形颀长，灰白的双眼愚蠢而又澄澈，正是穿越过来的大山。他原本是地球上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年，不曾想过年时没按压住，二师兄直接被踢飞，然后莫名占据这名少年的妻子。根据这具身体残缺的记忆，他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成为了修行界芸芸众生中一名微不足道的玲珑种地人。度过起初的混乱与恐惧后，大山也逐渐适应了自己新的身份。这具身体孑然一身，资质普通，炼气2层的修为，凭借方氏三叔的关系，在这里租借了一块灵田，种植灵道，努力的在这个弱肉强食、危机四伏的修行界生存下去。大山清醒不少，开始观察那株灵芝。这是灵隐草，一阶灵芝，种植难度偏低，在修行界用途广泛。他小心将灵隐草采摘，放在旁边玉盒中。这是什么？进行种植灵隐草的地方，留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气泡，气泡微微闪烁，点点灵光溢散开来。用生气伸手，轻轻触摸白色气泡，刹那间，光团上无数光点涌入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个念头。收获高级灵隐草1株，获得一块下等灵田，寿命加3年。灵隐草种植经验加120，筑基灵符1张，使用可以释放1次筑基初期攻击，无需注入灵力，只需精神触发。看来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大山喜不自胜，前世无论是心智还是身体都只是一般，占据的这具身躯资质背景也都普普通通，若是没有外挂，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修行界厮混下去。他脑海中涌现出一道信息，冥冥之中了解到了这气泡的一切。凡是自己亲手所种植、培育的灵芝灵草，成熟收取后就会获得气泡奖励，从气泡里可以开出寿命、丹药丹方、功法、武器等各种事物。奖励丰富程度与灵芝成长过程中自己的参与度、成熟时的品相等等，都会影响到气泡奖励的大小。光团只有自己可见可触摸，外人无法看到。采摘不是自己亲手所种灵芝时，无法获得气泡奖励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成功种植1株灵芝，除了灵芝本身外，还能额外获得气泡奖励，那不就是双倍的收获、双倍的快乐了吗？接着他来到外面的灵田，屏气凝神，心神汇集在那片塌陷的灵道上，一道信息涌入脑海中。感染的灵竹米被蚜虫幼虫侵蚀的灵道，状态堪忧，若不及时处理，体内生机会被蚜虫完全吸食，沦为枯草。蚜虫成虫小指粗细，来去如风，喜爱吞食灵芝之叶。蚜虫幼虫2根手指捏住1株灵竹米叶片，不出所料，叶片上有着蚜虫。大山只是一名低阶灵芝师，不清楚这蚜虫怎么解决。按照这个趋势，再过1、2天，剩下的灵道就会被蚜虫给占据，而且很可能会蔓延波及到附近的灵田。灵芝成熟后需要交租子，现在大山全部身家也才10灵石罢了。而他掌管的这6分地的灵道，每年成熟，交完200斤的赋税之后，也就剩下不到100斤，价值几十枚灵石罢了。哎，看来修仙也难。大山将每株灵芝灌溉一遍后，将心神凝聚在脚下1株灵竹米上，灵竹米上空出现一道微不可见的进度条。这是什么？灵芝的即时状态，成长度75%，当前缺少肥料，过于拥挤，虫害严重。无论是成长进度条还是即时状态，对于它的帮助都不小，可以让它掌握灵芝的生长需求，调整细节，使其更快更好的成熟。他目前只掌握了2个低阶法术，一个是主要用来培育灵石的催功化理术，另外一个也是用来防身的火球术。回到屋内，他开始回忆自己的具体情况，有一个在方氏工作的三叔，还有一个绿茶婊暧昧女友，前身就是因为他才找三叔搞来灵隐草的种子，试着催熟，结果一下子没控制住，作哈了。我操，不会吧，二师兄！他快速来到院子的一角，这是一个简易搭起来的棚子，里面有一只大肥猪正在哼哼着啃着树叶。二师兄，快带我回去！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半生灵珠，死亡后可以耗费精血，等待时机重生。目前血脉普通，1天1块灵石喂养，25天后可以进一步开启隐藏血脉。大山失神落魄的来到屋内，问题不大，有家业总比开局一个碗要强，慢慢发育。先看下金手指。大山17岁，寿元3年，灵根金木水火土，境界炼气气2层75，功法长春功78，法术春风化雨49，火球术38，灵隐草120熟练，采摘术1入门。我去，我命呢？上上下下左右BA。不过种植好像可以加寿命。检测到原生天赋，正在融入科技树内。天赋种植科技树，目前1点亮灵隐草，熟练度120，灵珠米162%，采摘1入门，评价不入流灵植师。这个点亮的就是刚刚我获得的灵草吧？还有熟练度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童子在吗？爸爸，大爷，看来这只是我的天赋，
没有系统。起飞，接下来先发育。陆小兄弟在家吗？笃笃敲门声中，一道响亮声音从院子外面传来。玩啊，大爷快来玩啊！那道声音听着耳熟，是前身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名修士之一。来了，张大哥。他来到院门处，打开大门，一个身形高大、相貌憨厚的修士走了进来。来者名为张远，炼气9层修为，住在大山隔壁，有一炼气4层的道侣，养着一个5、6岁的小孩，平时对他有过不少指点。张大哥，请入屋内喝杯热茶。张远转头望了望青石小路两旁长势良好的枣树。大山兄弟，你这2棵枣树都照料得相当不错呀，看样子过段时间又有枣子吃了。也就那样，灵气太少，只是普通灵芝。茶碗里2、3根嫩绿茶叶浮浮沉沉，旋转不休。张远了解大山的修为以及家底，这茶叶估计是其三叔给予的。不愧是青羽茶，饮之仿佛有蒙蒙细雨滋润心田，只有在大山兄弟你这里才有机会喝的这样一杯好茶。在家里，你嫂子什么都不允许，没劲。没办法，嫂子要为小远的未来做准备，自然只能精打细算一些了。那倒也是，有时候倒还挺羡慕陆小兄弟你这样孤身一人，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，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不用为一些鸡毛蒜皮、柴米油盐的小事争吵，也不用担心小孩能不能健康顺利成长，不用考虑他修行什么功法，未来能够进入什么宗门，多自在啊！是张大哥真成了我这样，估计又会想着有个婆娘孩子热炕头，会是多么幸福的事了。你这小子年纪轻轻的，懂得这么多。我这次过来找你，是有件事想要告诉你一声。我从别的渠道得知，方室外的秘境即将开放，到时数百上千炼气2层以上的修士前去秘境，看你有没有想法。若是有的话，可以早做准备。秘境吗？我这次会过去看一看，虽然风险不小，但是收益也会与风险成正比。一直待在方室里，种种灵芝、家庭的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。至于大山兄弟你，我个人建议你观望一下，那些强大妖兽精怪以你的实力很难对付。最主要的是，其中可能还会有诡异存在，那些东西难以杀死。若是在之前，他或许还有一丝前往的可能性，可现在有了气泡的出现，细微可能性那就荡然无存了。自己待在家里，种种灵芝就能得到一切，安全性更高，收益更大，种田相得嘞。张大哥一番好意，我心领了，我就不去凑热闹，小友我会帮助大哥照顾好的。其实我也只想待在家里，安安静静的种种灵芝，只是我不得不去闯一闯了。小远总不能像我这样修行一门野路子功法，小远就拜托你了。两人一阵沉默，张远坐了一会，便起身告辞，并嘱咐大山多多照看一下他家的小崽子。大山点头同意，目送着张红离开，关上院子大门。吃饱喝足，就给我好好看家啊！他将这根被啃食坏掉的灵道丢给二师兄，语重心长地嘱咐道。出门后，大山行走在青石路上，遇到邻居老麦头。大山道友，这是去方氏吗？是的，一起去风月楼耍耍。下次一定。竹山方氏以青竹为名，建筑大多是灵材青竹制作的高脚楼。大山目光自风月楼一扫，隐隐除了狐妖子，神级面不改色的转身，仿佛耳边的那些靡靡之音不过等闲。区区媚术，休想乱了小爷的道心。大部分炼气低阶修士怀揣着能够突破自我、改变命运的梦想，密密麻麻地挤在方氏外围小小区域里。至于方氏中心，则是那些宗门世家经营的地方。大山穿梭在人流中，很快来到一家药店旁，上面书写着丹药阁。哟，小山子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是来找你三叔。山哥哥好。是的，遇到点事情。那你快去吧，不然他们都要去秘境了。大山来到旁边百草阁内，进入阁内，大厅宽敞明亮，四壁挂满了药材图谱和古籍。刚好你来，不然我也要去找你。三叔，你也要去秘境吗？在店里不是更好吗？没办法，在店内一辈子也无法突破弱鸡。你三婶也去，你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他将灵田内的事情和三叔说了一遍。这大概是帮派故意放的空吧。你回去后加入一个帮派后就没有这种事。这是一本常见危害妖虫及其解决方法，上面有解决的办法。多谢三叔。和你三叔有什么好客气的？不过你也不要怪你三婶，我毕竟是入赘的，若是强行把你带到店内，其他管事会不服的。你再种几年田，剩下的三叔想办法。好的，三叔。不过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他们来到里屋，有什么就说吧，这里没人听到。大山将玉盒拿了出来，这是900年的灵隐草。卧槽，怪不得900年原神梭哈的可以啊。这是你采摘的？我在森林中无意发现的。采摘手法太过拙劣，已经被损坏了，无法再种植了。如果达到1000年，药效将扩大100倍，但是900年和100年的差别不大。啊，那我不是亏了1个亿？你在说什么？不过确实亏，但是你不采摘也无法守护住，这种年份的筑基修士也不会放你。这样，我给你100灵石，不过我给你存在账上，你可以去兑换丹药，不然我怕你有危险。三叔，我将这个药草周围的土都挖回去了，想着种植些灵药。你说的也对，总是种植灵道是没出路的，灵药就不同了。你等着，我去你三婶那里取些过来，我给你兑换50灵石的种子和肥料，成本价，剩下的记得兑换丹药，炼气2层太低了。好的，三叔。大山记忆中，三叔是原神最可靠的人，他基本也是靠着三叔才没有去当乞丐。
很快外面就传来声音：“你就知道帮你侄子，你知不知道突破筑基需要花费多大？这不是自家人吗？我不也是为了你？如果你能突破筑基，不是能更好的保护你侄子？现在很多人盯着你的位子，做事还是要注意些。我知道，下不为例。这次去试炼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。这不是想着让大山多项手艺吗？去吧，去吧，找了你是我这辈子最亏了的事情。这是200颗灵隐草的种子和需要的肥料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进步。50灵石能兑换这么多种子吗？种子又不是每个都能发芽，不过我给你选的都是最好的一批。谢谢三叔。还有这本书，里面有种植灵隐草的一些注意事项。之前你只要了几个种子，我以为你一时兴起就没跟你说这些。你如果有事就找炼丹老婆，我和他是多年好友。三婶好。我和你叔出去，你就不要总是来帮事中，在灵田中是最安全的，有人守护。好的。还有离那个骚狐狸远点。这是当然，我决定再也不和他来往了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大山行走在路上，突然回头：“阁下好耐心，出来吧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哪来那么多打劫的？也可能是我太穷了。”大山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，细细寻找着虫卵，很快就将其一网打尽。解决了，但是这些虫子好像是有人故意放在田里的，接下来需要注意一下。500年份的灵隐草去往方式寻找三叔，获得了200枚灵隐草种子和肥料。他将奖励的下等灵田放在院子内，并种植了20颗灵隐草种。快长大吧，我的寿命。他租下这块带有灵田的院子，每年租金为3枚下品灵石，并且每年需要交纳200斤的灵米，种子肥料上面会发下来。这还是靠三叔的关系才租下来的。我穿越前是996打工人，穿越后是007农民，这不是白穿越了吗？好在顺利解决蚜虫问题，只希望恢复正常的灵道也能够带来气泡奖励了。体内灵气涌动，丝丝缕缕的灵雨落在灵田上，渗入其中。20颗种子有18枚发了芽，换掉没发芽的。大山顺道巡视了一遍灵竹米，了解灵道以及2棵枣树的及时状态。你就是这里的灵芝夫吧？你是？我是黑虎帮的，我们帮主李虎炼气9层大修士，初来乍到，也不知道找哥几个拜拜码头，真是不懂事。全是收保护费的，我和曾管事很熟。这就是我不懂事了，再见。还是选择一个帮派，加入进去混日子吧。几日后，话语术过后，大山仔细看了看灵田里的灵芝，发现灵道快要成熟了，院子内的药草也开始生长。灵竹米成长度92%，缺少肥力。灵隐草成长度3%，缺少水分，太过拥挤，缺少肥力。一一处理完这些，看着茁壮成长的小草，他感觉离自己成为筑基老祖不远了。能够实时了解到灵芝的状态后，他打算大范围春风化雨术改为局部精细施展，察觉到哪株灵隐草有需求了，就去满足它，尽心尽力地培育出最好品相的灵芝。望着灵田里每一株绿的油光发亮的灵隐草，疲惫不已的大山露出欣慰笑容。至于今天都没时间修炼，他表示那已经不再重要，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种田。大山找到老麦头，说是想要加入一个帮派。没问题，报在我身上。有人在你灵田内放东西了？是的，方氏不管吗？这怎么管得过来？还不如随便加入一个帮派。那你帮我看看，加入那个比较好。最近黑虎帮挺猛的，我在风月楼经常看到他。就他吧。如此辛苦几日后，灵道终于成熟了。灵道很难收割，普通刀刃都无法快速砍断，只能一颗颗的砍伐。如果将真气护住在镰刀上，就能快速收割。但是这样消耗很大，还会影响修炼，所以大家都是慢慢收割。还有一些人专门做镰刀客。大山终于割断1颗灵道，大约花费20分钟。看来灵道没有奖励气泡。就这样，3日后，他终于收割完全部的稻田。获得灵竹米280斤，赚了80斤。这时，一个气泡缓缓在田中生成。这是将一个田作为一个单位。大山触碰气泡，下品灵田+1，春风化雨术经验+100，灵竹米种植经验+100，灵道收割经验+500，新解锁灵竹米101小成，灵道收割501大成，春风化雨术210小成。大山吸收气泡后，感觉到自己对于春风化雨术这门术法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催动术法的时间更短，控制更加精细自如，消耗的灵力也越深。看样子，如果开出来的光团奖励为同一术法，吸收后会增加对其的感悟，相当于经验条了。我感觉我现在是一个种植灵道的老手了，各种问题和方式我都了解清楚。大山将秸秆放在猪旁边，方便投喂。小猪猪，你可要快点成长啊！我等着你带飞我。他将奖励的灵田放在院子内，扩大了原来的灵田，并种植上20棵灵隐草。大山背着200斤灵米带到管理处。陈大哥，交租子了。你今年来的最早，看来收成不错啊。一般般，就是明年想要多种植一些。没问题，我和你三叔那曾经可是一起逃过命、飘过娼的。那就多谢曾叔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哥，显得年轻。不过100下品灵石的押金不能少啊。
没问题。之后他来到张远家，他家的灵道是大山的20倍，此刻正在疯狂的收割。小哥忙完了？是的，需要帮忙吗？太需要了，你来帮我收割，之后我给你1天5斤灵米。5斤灵米大约等于半颗灵石，因为他才炼气2层，收割的很慢，这绝对是给他送灵石了。好的，那就感谢张哥了。他快速下田，拿着镰刀就收割起来，很快他就发现真的能长经验，不过相较于种植的慢了100倍而已。收割502大成，哈哈，我发现 bug 了，先给他刷满看看。1天之后，他的收割终于进入560，我感觉快了1倍，现在1小时大概能收割6根了，之前是3根。今天就这样吧，这是5斤灵米，你收割的可真快啊！等我这里干完，我推荐你去管理呢。他们种植的晚，3天后我们就要去秘境了，他们根本没机会收割，我可以帮你承包下来，你能做多少？多谢张哥，30亩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收不完可就烂在田里了。完全没问题，可能不止，实在不行我就用真气，保证收割完成。好的，我去帮你说。3日后，终于收割完了，还提前了整整大半天时间。这还得多亏了大山。是的，没想到他在收割方面格外有天赋。多谢张哥提携。哈哈，放心，我帮你承包了40亩，以你现在的速度完全没问题。我也要去收割。好的，我带你一起，我们一起分灵石。推开院门，院子里面一片绿油油，20棵灵隐草已经长得小腿高了，另外的20棵也发芽长成。累死人，要不是能看到熟练度不断的成长，我都坚持不下来，这比打灰工人还要累啊。收割熟练度1200圆满。再看向灵隐草，进度条已经开始了，大概3个月就能成长为10年份的，10年份的就可以炼丹了，还是大多数炼器需要的培元丹，100年份大多数是炼制更高级的炼气丹，但那是护上经上的才吃得起的。而旁白的枣树不断吸取着灵药散发出来的气息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风月楼来了一批绝佳的美女，要不要一起去小酌一杯，放松一下？老麦头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我已经成功帮你加入黑虎帮了，多谢。如果真的感谢我，就请我去一趟风韵。得了吧，那种孝金库就不去了。他也不是不想去，主要是囊中羞涩。我说你小子可真没意思，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呢，偶尔享受一下也没什么关系。俗话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像你我这般，还管他什么个劳什子的求长生正仙道啊，不如大梦早醒早逍遥啊。行啊，那你请客。去，滚蛋，滚一边去。其实老麦头今天也才40而已，但是以前修炼的时候，道侣和其他人好上了，于是气火攻心，才使得身体变得虚弱。第2日，大山带着小远来到了一大片灵田前，管理这一片灵田的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，他们每年都需要完成一些宗门任务。这是一位气质温婉而又带有几分书卷气息的年轻女修，从整体着装和神态可以看出，她常年沉浸在书册和知识的世界中，散发出一种安静而内敛的气质。你炼气2层承包了40亩。是的。你可知道收割不完是需要赔偿的？现在反悔，我就罚你1半。小人对于收割方面有天赋，保证能完成任务。还有这天赋，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你去试试吧，我会盯着你的，不要想着逃跑。是，小远，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大山哥。就这样，他基本除了回去照看一下灵药和猪猪，其他的吃喝都在灵田中完成。第5日，看来是真的有天赋。仙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用我师傅的话说就是还需努力。好的，我再努力。收割2120大成。现在他1小时可以收割10根灵道，比原来快了接近3倍。第15日，收割熟练度再次突破，收割5020圆满。不知道圆满后面是什么？很不错，你已经收割完25亩了，有想过再加些灵田吗？仙子，你看现在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用我师傅的话说就是还差一点点。我感觉大山哥哥都快和我爹一个速度了。小远，你要记住，熟练起来就会很快的。之后的日子，大山就在收割过程中度过。一次运转长春宫可以长0.01修为，每天可以运作5次，这还是每天吃灵米的情况下，能多修炼2次长春宫。灵米自然是碧玉煮米，如果去方氏买米是5斤1灵石，但我们这些灵农卖就是10斤1灵石，还不允许灵农私自卖，奸商啊！一宛若脆玉，伴着一股清香，味道十分香甜可口。特别是吃完之后，肚子里除了暖意之外，还有一股淡淡的灵气升起。趁此良机，大山立即来到修炼室，闭关苦练功法。1个半时辰之后，大山睁开眼睛，苦笑一声。这长春诀当真艰难，苦修3月，只是堪堪掌控原主的修为，连炼气2层的巅峰都没有看到，更别说冲刺炼气中期的瓶颈了。好难，感觉是我身体有古怪。我记得从炼气1层到炼气2层所花费的丹药是别人的事，三叔还让我保密来着。看来靠我自己修炼是没有希望了。种植科技术，接下来就看你。大山对着灵隐草施展小成后的春风化雨术，受灵雨滋养的灵植可避免虫噬鼠咬，还可极大增强灵植作物的产量。不同等阶的术法效果也不一样。之前每天可以施展3次灵雨，但是小成之后变为4次了。
春风化雨术302小成。时光如水，3个月后，大山陆续将所有能收割的全部收割了，一共是120块下品灵石。小月，你也有5块灵石，谢谢姐姐。收割再次突破，收割1万升华，对于任何灵植都有300%的加成伤害。现在1个小时能收割1000根灵道，是最开始的300倍，这还是炼气2层的原因。当然，他没有全力施展过，怕被其他人看出问题来，将他解剖了。你很不错，用我师傅的话说就是废物，除了修炼，其他的都是浪费时间。而这时，大山凑巧看到书封面上写着“霸道仙尊爱上我”，我还以为你在看什么修炼秘籍呢。总算割完灵道了，灵米也打了，都已经装入袋，体内的法力彻底被榨干，累得跟条狗一样。他每次从灵田回家都是面色虚脱，一副被抽空的样子，扶墙而走。好家伙，大山道友真是看不出来呀！说实话，你最近是不是偷偷照顾风月楼的生意了？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啊！就算是铁打的腰板刚造的肾，也不能天天这样造啊！啊，道友好兴致。什么？王麦头，你不要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啊！不就欠你1次风月楼消费吗？等着，小爷我就快发财了，到时让你累死在牢内。最近的街坊邻居都一度以为他去野性消费了。这位仙子是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邻居，我们是4个人合住的，其中有1个就是在风月楼弹琴的哦。那道友后面可以多多串门啊！我是一名很厉害的灵植师。我也是。哈哈，那正好，我是一名天赋异禀的炼丹师，我先回去了，有空再见。大山和老麦头看着他慢慢远去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突然找上门怎么办？当然是。终于快要成熟了，二师兄，你不要捣蛋。大山在院子中等待着，2棵枣树也姗姗摇摆。二师兄这里闻哪里拱下，口水直流。很快，一个灵隐草的进度条到底，山将其收获起来。灵隐草+1，寿命加0.3。果然能加寿命，长生有望。灵隐草+1，寿命加0.3，寿命加0.2，寿命加0.2，寿命加0.2，春风化雨毒经验加20。还有法术奖励，10株品质为普通，9株良好。我原本以为所有灵隐草带来的气泡都会是寿命，现在看来，同品种灵植还会开出不同的光团奖励。那些良好品质的成熟灵隐草加0.3寿命，普通的加0.2。然后看向自己的种植科技树，寿元9年5个月，体质青木长青体，炼气期2层93，长春宫98熟练，灵隐草140小成，采摘21熟练。不错，有进步，还剩下1株精品的没有采摘，试试培育100年的。灵隐草10年份，成长度1%，大约5个月成长为100年份。大山又将剩下的种子放入土壤中，释放灵雨和肥料，挑出废种，很快新的19株发芽。这时，一个女子熟练的想要推门进入，却发现门在里面被插死了。山哥，是我。大山愕然，这又是谁？为什么声音有些熟悉？女子的言语中透着股亲近，让房间里的大山有点慌。好像是那个绿茶婊。外面站着一个女子，五官柔顺，身材婀娜妖娆，走路的时腰肢扭动，颇有风情。这女人看着精气内蕴，怎么也是炼气中期了。他正想着该怎么打招呼，女子就猛地扑到他怀里，吓得大山一个机灵，左手里捏着的筑基灵符差点激发出去。山哥，我好想你，你想我了没？女子柔软身体里就像藏着一团火，热得大山都快喘不上气。他很自然地伸手揽着女子的纤腰，隔着一层道袍，大山也能清晰感受到女子紧致细滑的肌肤，感受到起伏有致的曲线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还好前世我上班摸鱼看过无数次《甄嬛传》里面的斗法，已经有了一些实战经验。还有岛国电影的熏陶下，面对主动上门的女人，他心里立即就荡漾起来，手不受控制的自己就动了。这应该就是清平，炼气5层修者，原身就是为了给他准备1000年灵药梭哈了。清平和原主的关系就是简单男女关系，或者叫做备胎。这个小娘皮不是个好人，只是箭在弦上，人在床上，还能收手不发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？清平本来就白皙，浑身的细密汗水就如同加了一层透明的釉，在视觉上更温润、饱满、鲜活，非常有美感。好弟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？太坏了！1000年灵药怎么样了？有问题吗？问题不大，不过需要一段时间。要不你去百草阁仓库看看？那可不行，我3婶会打死我。你是个大人了，不必总听长辈的。我这不是在种植灵药了吗？有了成果就能进入百草阁仓库了。不过三叔他们去秘境了，我现在缺少种子，你看要不借点灵石给我？
这样啊，也行。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未知种子和50灵石，就先借你研究了。不过等我从秘境中出来，你还没有搞到千年灵药，我可就让你好看。你也要去秘境？话有些不投机，清平利落穿好衣物，对大山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了几分。不然呢？和你一样种田等死，好好修炼，等姐姐从秘境出来看你。这女人就是想通过我和三叔的关系，想要从百草阁中获得千年灵药，也不知原主怎么搭个上的这么一位，这娘们有点危险啊。等其走后，大山觉得应该赶紧提升实力。大山只将寿命将这株灵萤草催熟到100年，消耗了9年的寿命，大约1年寿命换取10年灵芝生长，将其采摘下来。奖励寿命加0.5，下品灵田1块。可以，这样又可以种植20个灵萤草了。看来剩余的精品灵萤草需要照料得更加细心，提升它们成熟时的品质，就是提高气泡的奖励。一切搞好后，他也虚脱了。这种密集的使用灵雨还有寿命，对他的精神冲击很大。还剩一次投喂就能提升血脉力，25分之24灵石，血脉提升至1阶段。喂给二师兄1颗灵石，并嘱咐了几句，让他看好家，便进入屋内休息了。等他醒来之后，已经是第3日了。二师兄进阶了，半生灵珠，提升少量灵智，死亡后可以耗费精血，等待时机重生。目前血脉进阶1，1天2块灵石喂养，25天后可以进一步开启隐藏血脉。灵萤草入门后，现在种植10年份的只需要2个半月就行了。先去小远家看看。他来到张哥家，发现他们好像回来了。张哥，你回来了吗？大山啊，你张哥没有回来，他和你三叔一起去秘境里面了。我先回来照顾小远。这样啊，里面会不会有危险？没办法，不冒险。我们这些底层修士一辈子也没希望踏入筑基的机会。修仙就是与天争，我还是得慢慢适应这个世界。我这不是快开春了吗？不过这么多田我一个人也种植不完。我刚好准备多种植一些。行，你准备种植多少？5亩吧。好的，父母帮助宗门种植10年灵田，后代宗门免费提供1次入门机会，种植50年灵田，奖励1枚下等筑基丹。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政策才在这里一直种田的。听说你现在在学习种植灵药？是的，我这不是不敢冒险吗？只能在家全力种田了。也对，是这样不错。我这里有几个种子给你了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小远。这次秘境中有不少人获得种子。多谢，只是举手之劳。还有谁有种子？隔壁的老张头，不过我只是凑巧看到，你可以去问问他卖不卖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大山来到隔壁，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我这不是最近在研究种植吗？我是有几颗种子，你拿什么换？哈哈，小子最近收割灵道赚了点幸福费。可以，1个种子1灵石。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啊。那没办法了，这也是我冒着危险获得的。屁的危险，就是从别人那买的。算了，我去问问其他人吧。那你还别费这个精神了，他们的种子基本都给我换过来了。没钱别耽误我赚钱，1灵石3个种子，3灵石10个，30灵石起售。啊，我在三叔那50灵石都买了200个了，还加肥料。你三叔对你真好啊，这没个100多灵石怎么可能买得到？也别说我坑你了，这个种子是可以接种的。那就是可以一直种了。原则上是这样，做人要懂得知足。好的，多谢张老头了，我买30灵石的就行。这小子很肥呀，找时间去他院子里试试。路过老麦头家，你真的成为灵芝师了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天才。等我种出灵药，就带你去风月楼潇洒。我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植物，我觉得它对我很有帮助，你懂得。然后呢？这不是想让你帮我种植看看吗？没问题，放心交给我。我怎么就这么不放心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交给其他人去试试了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免费带你去风月楼潇洒1晚，我买单。真的？大山其实对这个风月楼还是很有想法的，只是太贵了，就一直没有去。他现在对于美色还不能做到处变不惊，也怕被那个绿茶婊给迷住了，于是打算进入贤者模式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回到屋内，大山耐心等待这一批灵草成熟，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就是5天过去。终于又到收获的时候了。收获优质灵萤草1株，获得下品培元丹加1。良好灵萤草1株寿命加0.3，寿命加0.2，加0.3，加0.2。大山快速收获着成熟的灵萤草，仔细分类后，发现这次收获颇丰。这次优质的有3株，良好13株，
其他6株。下品培元丹星号3，寿命加5年。这是什么？炼气期丹药，可增加修炼速度，但含有大量毒素，需谨慎服用。不错，刚好三叔给的丹药吃完了，修为已经停滞很久了。寿元5年5个月，灵隐草160熟练，采摘41小成。不过前几天在张老头那儿买的种子还没发芽，也无法查看属性。难道被张老头骗了？应该不会，几十灵石得罪我不划算，主要是得罪我三叔没必要。之前的草药和灵道都是我收割后才有的信息提醒，而且熟练度越高，提醒的信息越详细。难道只有我种植成功过的植物才能看到状态提升？看来得用寿命来催熟了。我真怕哪一天和前身一样梭哈了。大山开始操作，很快种子就慢慢发芽，逐渐成长起来，直至成熟。他赶紧停止催熟。寿命减少1年，还行，1比10换算。应该是1阶灵植。培育100年以上赤血藤过程中，偶尔需要血液蕴养，可以促进其迅速生长。相关血液品阶越高，藤蔓成长速度越快。紫红色枯藤浑身布满了尖刺，散发着妖冶的紫芒，上面居然结出了10几个墨色的种子。这灵植看起来有点邪门啊！先看看气泡里面有什么吧。获得地次数，修炼成功后可以引动控制土壤的结构变化，还能改变土壤中的灵力浓度，使得灵植能够更好的成型。也可以配合赤血藤种子释放，变为荆棘树。荆棘树施法需要赤血藤种子进入冥界，可能藏在地下。经过的妖兽或者修仙者采种种子之后会被荆棘缠绕，也可直接扔出灵种困敌，可将敌人全身血液化为血珠。大山看着手中的赤血藤种子，他当即意念一动，点开地次数气泡，一股法术知识充斥在脑海中，很快便掌握了这套施法方式。得找个地方练习一下才行。大山想到这，当即扛起小猪出了屋门，他不敢走太远，就在灵田附近的树林中寻找目标。很快，一只猎犬进入了他的视线，他迅速放出小猪作为诱饵。快过来吧，你！那猎犬看到一头肥美的猪受到攻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来。猎犬身形一动，僵直从半空中落下，它的头骨开始收缩，双目半开，全身血肉被种子吸收，化为一颗血珠落地上。厉害！我终于有攻击手段了。不过有一个弊端，倘若不是提前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，每当施法时就很容易被对手躲避。大山抬手一招，将血珠收了起来。回到院中，地次树与灵隐藤相似，都是几种低阶术法之一。他引动法诀，灵田里面的灰黑土壤在他灵力的控制下微微隆起，于细微处小幅度改变剩余灵隐草的根茎位置，使得它们分布更加合理，不再是要么空一大块，要么挤在一起。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提高熟练度。看来想要提升这个法术的经验，只有种植赤血藤了，其他的也能长经验，但太慢。地次数15熟练，荆棘树3入门。不过我最近肥料用的太快，已经用完了，得去方氏一趟。小猪，你留下来看家，我出去一趟。路过老麦头家时，他叫住了大山：“你这是去方氏吗？最近可不太平。怎么？最近很多外来人探索这个秘境，这些人常年在诡异迷雾中冒险，性格古怪，手段狠辣。能给我说说诡异迷雾吗？看来你还没去过里面啊。听说这诡异迷雾是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的，刚开始对修仙者没有任何危害，甚至有人专门死。但是随着迷雾范围不断扩大，诡异实力也在增强。通过不断蚕食修仙界，直至一些大修发现危险。然后呢？没封住吗？当然封住了，那可是化神尊者。不过一些人被贪恋所驱使，不断继续培育诡异和迷雾。当时一批的化神尊者也因为一个上古秘境的出现，没能及时返回修仙界，最后让迷雾无限扩大，到最后只能依靠如今的散修组成边界，抵抗迷雾的扩散。所以我们种田就是为了防止迷雾扩散。要不然呢？资源都在那些世家和宗门手中，只有修士组成的防御线可以有效防御迷雾进攻，甚至还能反攻。于是各大宗门世家就开始牧林，然后将灵根种子投放到边界方式中培养。我们散修依靠迷雾才发展起来的。你种田也是为了筑基丹？我早就对修为不感兴趣了，只是云阳的孩子。去，这是几张疾风符和磐石符，你先拿着。老头，你符箓水平见长啊，来给我。我这不是还等着你给我培灵植吗？你放心，我保证给你种植出来。来到方氏药铺，对于各种炼丹材料的需求比较大。进入药铺，一股浓郁的香传来。大山熟门熟路的进入一间木屋，木屋里堆积着大大小小各种灵药，几名药童正在忙碌处理。小山子又过来找你三叔，他还没回来。赵丹师一眼看到大山，撇了撇他鼓鼓囊囊的蛇皮袋，朝他招呼道：“是的，赵丹师，有些灵隐草成熟，过来卖品贵店。有多少？20株。现在灵隐草多少灵石一株？依然是老价格，2枚下品灵石一株。赵老，这你就不厚道了吧？”听到赵丹师的回答，
大山抓着一盒往前伸的手又缩了回来。方室里面到处流传新的秘境出现，使得丹药价格涨幅很大。灵隐草作为炼制培元丹的主要材料，还是按照以往的行情，那也太欺负我们老是死修了。你这鬼小子，修为不高，鼻子倒是灵的，一株灵隐草3灵石，不爱价。这价格已经是相当公道的，优质品质的灵隐草也是这个价格。哟，赵丹师抬起头，眼神诧异：你这小子还种植出来了优质品相的灵隐草，让我瞧瞧，高品质的原材料，在炼制丹药时能够略微提高成丹率以及丹药效果，十分受炼丹师的欢迎。没错，确实是有些优质的灵隐草。你年纪轻轻，所占灵田灵气微薄，能够种植出这等品相的灵植，也算是殊为不易了。这样，这4株优质品相的灵隐草，我以每株4灵石的价格收购，你看怎样？大山很快点头，他将20株灵隐草交给赵丹师，老者详细检查一遍，没有吹毛求疵，将灵石清点出来递给他。20灵隐草换来总共64枚下品灵石，加上自己手中的140灵石，现在身上总计有204。老邓，你能教我炼丹吗？我在丹药阁打工50年，才学会这几种丹药，还不能外传，连我孙女都没学。好了，不说这个。大山哥哥发财了吗？小团团，来尝尝新鲜的灵米爆米花呀，好好吃啊！这是什么？自家秘方。小气。好吃。大山从厨袋中取出几粒灵竹米，放入蜂蜜，随后掌心凝聚灵力，轻轻一揉，灵竹米瞬间爆开，化作一颗颗金黄酥脆的爆米花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多谢大山哥哥。离开丹药阁，大山放心不下防护力量聊胜于无的灵田，急匆匆地直奔下一个目的地。来到方市的路边摊，目光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扫视，不知道能不能捡漏啊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咯，最新的美女排行榜。这个不错啊，多少灵石？20灵石，不二价。一本破书居然这么贵，溜了。正当大山准备离开时，他忽然看到一位熟悉的身影。这不是我的美女邻居炼丹师吗？是大山啊，又是去风月楼。好吧，解释不清了。你在卖丹药？怎么有兴趣？这个中等培元丹最适合你这种炼气前期的了。修为才是最重要的，下等培元丹毒性太大，可以先留着。而且在他这里长期购买丹药，还能培养感情。你笑什么？买不买？买。价格呢？1瓶10个，30灵石。暴利啊！我一颗灵隐草才卖3灵石，他这转手就是10倍。虽然炼丹会有失败，但也是很赚钱了。没想到他还是个富婆。其他店铺的价格可都是30以上的价格，我看你是邻居才优惠的。给我来3瓶。可以，90灵石。以后需要丹药就去我那儿买。好的，不错。先买丹药，再去他那里卖药草，然后偷学炼丹术的机会来了。大山捏了捏重新变得干瘪的胸口，再去买点肥料，就返回灵田。这次他买了大量的肥料，并下单了一笔，之后会有人送来，大概可以用1年了。灵石也全部花光。果然方式赚钱方式花，一份别想带回家。外出目的达到，大山惦记着院子里的灵植，没有多做停留，直接返回家中。一个年轻男子背着个巨大的蛇皮袋子，快步走在黄土路上。先试探一下有没有人，防止被人阴，一套秒了。阁下，我看到你了，出来吧，不必躲躲藏藏了。小子，没想到被你发现了，快说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给你个全尸。哼，我背后可是有人的。我管你有谁，遇到我你就死定了。你一个炼气2层的，也敢打劫我？大山迅速行动，先使用了童子符和疾风符，随后快速释放法术。地刺术，拔刀斩，我刺，我斩。战斗进入白热化，双法术。啊，卑鄙！没想到你法力居然如此雄厚。我去，还有高手，看来符箓是留不得了。筑基灵符启动。小子，你在耍什么花样？随着一声巨响，筑基灵符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，瞬间将2名劫匪淹没。击杀劫匪1名，其剩余寿命80年，奖励40年寿命。击杀劫匪1名，其剩余寿命60年，奖励30年寿命。我去，这也可以。大山检查完2个人背包，将其血肉全部给种子吸收为血珠，随后就快速远离。回到屋内，他快速检查战利品，下品灵石120块，丹药10枚，储物袋1个，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感谢老铁送来的储物袋，真是大好人啊！我没有储物袋，就给我送了个储物袋过来，哪怕死后还要发挥余热，用自身去供养灵田里的灵植。果然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啊！这次没有筑基灵符，可能就栽了，所以下张筑基灵符没出来之前，绝不出去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吃下丹药就能突破。果然，
战斗能刺激修为突破。于是赶紧打做服用新买的中品培元丹。几日之后，这就是炼气3层的感觉吗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小姐姐，我还行，再来，我要打10个。妖兽了，居然花了100年寿命，梭哈果然有智慧的。谷雨春光晓，山川带青色。新的一年开春，大山早早将灵竹米种下。岁月如梭，光影似水，一个春秋之后，来这里1年了，他也适应了没有手机电脑的生活，每天与灵芝打交道，每天都有收获，他还是很满足的。这1年内收获了3次灵草，寿命下了65年，一共拥有200株10年份，1株100年份的灵竹米也快再次成熟。寿元140年，炼气期3层42，长春宫125熟练，每运转1周，增加0.02修为。长春宫进入熟练后，修炼速度翻倍。春风化雨大成，火球术熟练，地刺术小成，荆棘术小成，灵隐草大成，灵竹米小成，赤血藤熟练，采摘小成，有很低概率在采摘过程中获得种子。剩余灵石180，灵隐草大成，10年份成熟速度加50%，质量加20%，10年份1个半月成熟。奖励的下等培元丹，我全部服用提升修为，副作用就是效果开始减弱了。略微休息片刻后，大山拿着装有灵隐草的蛇皮袋，来到女炼丹室邻居这里。这是一座清雅的院子，里面传来清脆的笑声。大山来了呀，正好给你介绍下，这是顾彩衣。你好，欢迎来风月楼看我演出哦。好，下次一定。是灵田快要成熟了吗？这1年辛苦大山了。住在这里比方式要自在，但是需要种植一定量的灵田。于是通过曾哥的介绍，大山承包了他们的灵田。到时我直接帮你们送去曾哥那里交租子。我们这不是也想跟你买些灵米食用吗？这应该不违反规矩吧？这是你们的灵田，当然可以这样操作了。这小娘皮居然会卡 bug。方式中灵米是5斤1灵石，但是灵农只能10斤1灵石卖给经销商。你需要多少？5亩灵田大约可以收获2000斤，田租1000斤。那就1000斤吧，100灵石，赚了1倍。能不能用丹药交易？当然可以，30灵石1瓶，我给你4瓶好了。多谢，我这里有些灵药，你需要不？哦，你还可以种出灵药。大山取出40株灵隐草，这是我这几年种植的。就知道骗人，这分明近1年新长出的。仙子聪慧，这小酿皮厉害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种植天才，居然有大部分是上等灵隐草，我全收了。你是要灵石还是丹药？丹药可以，不过这么多的中等培元丹，你吃得下去？我可以卖给其他人吗？奸商，不过中等的效果减弱了，可以找我兑换上等培元丹。你是上等炼丹师，我的强大超越你的想象，好好抱大腿吧。感觉这小娘皮不一般啊。一共给你10瓶，下次有好的药草记得给我。好的，一定。大气啊！回到院中，还剩下160株灵隐草，处理起来太麻烦了。如果会炼丹就好了。接着他看向角落的合欢木，这是从老江头那里得到的，看来还是需要用寿命催熟才行。上次被劫囚埋伏，就再没去过方室了，没了符箓，他感觉哪里都不安全。不行，得去方室换点灵石。二师兄等着灵石升阶呢。于是他开始催熟，寿命如水一般的流走，合欢木也在缓缓生长，渐渐的一丝烟雾出现，大山被其迷惑住，烟雾也在向着院外飘散。关键时刻，2棵枣树将其吸收，二师兄也把大山唤醒。再来一次，小姐姐，我还行。再来，我要打10个。妖兽了，居然花了100年寿命。不过二师兄好像能打断我施法。大山将其采摘下来，果不其然，一个气泡缓缓生成。全是绿色的气泡。众妙丹单方+1，筑基剑录1张，合欢木种植经验+100。他将注意力放到手中一张符箓上。剑气符可使用3次筑基初期实力攻击，或者爆发1次擅长剑道的筑基修士全力一击，杀伤力强。这是开了大奖了，梭哈果然有智慧的。众妙丹，壮阳强肾药，水火相融而不伤肾脏本源，有助性延时之功效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阴阳相交，妙不可言。是以此丹药名为众妙。刘弼，怪不得老麦头说这个对他有用呢，原来是老鸡无用了。将原来的合欢木分解成多份，并和赤血藤一起种植起。合欢木，一种可以催情的木材，可以固本清源，需要将与其他植物一起生长，形成伴生关系。原来是这样种植的，怪不得我1年啥变化都没有。不远处，这是什么动静？难道这小子家里有什么宝贝？看来需要再做1次老本行了。转眼3日过去，这3天里，大山将所有灵田收割。灵竹米加4800斤，灵竹米经验加1200，春风化雨术经验加2400，收割升华。舒服。灵竹米圆满，产量增加100%，质量增加50%。灵田管理处，曾哥，我又来交租子了。大山，你过来。怎么？你最近小心点，你三叔在秘境中获得了筑基的好处，不少人眼红。我三叔回来了，你有空可以去房室看看。最近收获的时节，宗门管得严，只要不走小道，不会有劫匪的。多谢曾哥。没事，
你小子种田天赋可以啊，你的灵米比其他人要好上不少。那当然，小子我可是天天住在田里了。别废话了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明年我想再多种植一些。你要想清楚啊，你这样会耽误修为的。我都不知你还帮张远家里种植了5亩，哈哈，这不是挑战下自己吗？行，我倒是给你看看有没有相连的灵田。下次记得让你三叔请我去合欢楼快活。张远家，小哥你来了，我准备去找你呢。我三叔也回来了吗？不过你三叔得罪了一位长老的子侄，那会不会有危险？他应该在准备筑基，到时就没事了。好吧，我去方室看看。听说你在种植秘境中的种子，这是一些活力更强的种子，我觉得有机会种植出更高年份。我试试。不要，这里危险。嘿嘿嘿，乖，这才刺激，忍着点。大山前往方氏将100株灵萤草卖给赵丹师，灵石加350。夜藏新闻，知您玉露，小子你这批货抵得上寻常200株。老邓，我听说你还有闲置的炼丹炉，可否让我瞧瞧？你还是贼心不死啊！哪有，只是谋求更多出路。100灵石换我那早年自创的炼丹心得和丹炉，如何？我们可是至交好友啊！那就400灵石。不是你，包括一份培元丹单方。你确定400灵石能买到丹方？想诈骗我？要不是你三叔快筑基了，我会便宜卖给你。这样啊，那行，这是400灵石。这是我的一些心得，不包括别人教授的。还有这个丹炉给你。老邓，这不就是铁锅吗？你就不怕我拐走你孙女？原来你小子打着这个算盘，看我今天不教训你一顿。你们不要打了。小子，今天先放过你。这铁锅蕴藏着珍贵灵矿，难得一见。来日再战。丹方呢？这个嘛，这是我从别人那里收过来的。你也知道，我的丹方和一些手法都是不能传授的。不好，你克我！给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丹方。培元丹古丹方，其核心选用千年份灵萤草。此灵药经过岁月沉淀，蕴含天地灵气，再辅以多种稀世辅材，经过严格的火候与蜜炼工艺，方能凝聚成丹。1000年份？老邓，你这是耍我吧？上古丹方就是这样的。毕竟以前拥有大量的高阶灵药，再送你一份残缺丹方，如何？免费的？当然。9仙神方上古千年灵果或者千年灵米酿酒手法。老邓，你以为千年灵药遍地都是？全方氏恐怕寥寥无几。你三叔的百草阁仓库就有啊。这账今日未完，来日再算。百草阁，大山，你来了呀？这是百草阁的员工唐雪莉，大山和其相识已久，同时也是合租的邻居之一。是啊，我刚替你们把田租交了。多谢，听说你种植的灵药都不错，运气而已。有空来我们院内吃饭，她们可都是美女哦。你不也是美女吗？这是你要的药，不过都是有毒的，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。好的，我知道。这不会是去毒武大郎吧？什么？没事，我去里屋。三婶，你三叔准备筑基去了。这样啊？听说你种植的灵药不错。这是我种植的60株灵萤草。都是上等的，不错。你三叔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他闭关前帮你谋了一份差事，你明年就不要再种植灵田，可以直接去青云宗种植灵药，就在你居住的后山上。青云宗，这真是个大好机会。这可是一些炼气圆满都想要的。不过这一切都得等你三叔突破筑基才行，不然你也守不住。三叔他，放心吧，他能成功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这是300灵石，有种植的天赋就好好发挥。等你成为正式灵植师，我可以介绍你给我父亲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三婶。大山购买了一些种子和肥料，就返回居所。灵石不够花啊，二师兄需要600灵石生煎，我的体质感觉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才能对上去。再去报名收割灵道，但是也不能太出头，断人财路的事不能做。路边都是收割的灵农，丰收的喜悦不断传播着。大山来到管理处，此刻他正饶有兴致看书，时不时发出几声咯咯娇笑。卧槽，刚刚看到了什么？师尊，不要，这里危险。嘿嘿嘿，乖，这才刺激，忍着点。我天哪，这是什么经法？是你又来收割？你的修为？哈哈，我突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监督灵田。恭喜前辈。怎么感觉我变老了？你开始收割吧，我要修炼。修个尖儿，不就是看小黄书，这样居然都能突破，我要不也试试？3个月后，小子厉害啊！不过还是要把正事放在修炼上。这是300灵石，有空再见喽，拜拜。努力加油，早晚我也可以起飞的。回去的路上再遇到老麦头，总算等到你了。有事？我给你的灵植是不是种活了？还差一点点。最近注意些安全，我感觉老张头对你有想法。之前你院子内散发出一种很强的气息，估计被他观察到了。那是我三叔搞的，他不是快筑基了吗？这样啊，总之小心点。等你种出来后，我送你一个丹方和酒方。不会是培元丹和酒神仙方？你已经有了。天塌了！
回到院子中，需要防备一手，先将小猪升到2阶段。目前血脉进阶1，喂养天数25/24。半生灵珠，提升少量灵智，可以进行简单行动。死亡后可以耗费精血，等待时机重生。目前血脉进阶2，一天4块灵石喂养，25天后可以进一步开启隐藏血脉。狗主人，零食一点也不好吃。这是可以说话了。心灵感应，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？不吃零食了，不过这几天晚上你要帮我巡查院子，防止被其他人溜进来。我要吃爆米花。可以，感觉可以先将2师兄培养起来，然后让他去种田。嘿嘿，这2个半月的细心照顾，灵草基本已经成熟，合欢木也开始散发烟雾，代表能入药了。收获灵隐草1株，寿命加0.4；收获合欢木加1，种妙丹经验加10；收获赤血藤加1，荆棘树经验加10；灵隐草加20，合欢木加30，赤血藤加30。寿命加7年，种妙丹300小成，增加少量成丹率；荆棘树401小成，增加微量毒素，使得被困者无力挣扎。夜幕降临，大山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回到屋里。虽然目前灵田里灵植数量不多，但由于都是精细的培育方式，灵羽树、地刺树施展了一轮又一轮，饶是我的特殊体质，也感觉到有些疲乏。不过看着众多灵植蓬勃生长相比，这点劳累也就不算什么了。他简单用过晚餐，休息片刻，便坐在木床上运转功法，恢复灵力。该死的小子，还挺狡猾的，居然一直躲在屋里不出门。不过你以为躲在家里就会平安无事，未免太过天真了。突然，他察觉到枣树姗姗晃动。狗主人，有小卡拉米进来了。大山神情严肃，剑气符滑落到左手手掌，来到院中，看到一条黑影扭动着细小身躯，飞速向远处逃离。得罪了方丈，你还想跑？枣树叶片化作翡翠色剑矢，悬浮空中，困住黑影。剑气符，一道淡淡金黄剑气瞬间凝成，如同流光，呼啸着袭向细小黑影，将其斩为2段。斩杀外敌1人，其剩余寿命6年，寿命加3，剩余寿命50年。看来这枣树可以多加培养。二师兄，你多看看人家，比你只知道吃有用多了。等你的提醒，我尸体都被别人趁热了，果然是老张头。大山控制赤血藤，将其化为血珠，心中的怒意才完全消去。大山兄弟，大山兄弟，我还好，多谢嫂子关心。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，大山心中涌起一丝暖意。徐婉只是一个炼气5层的女流之辈，能够冒着风险出来，哪怕只是远远询问一下自己的状况，那也是难能可贵了。也不知道这储物袋能够弥补我多少损失。感谢老铁送来的储物袋，灵石加200， 2张驱邪符，1张迅疾符，血盾竹，还有赤血藤种子。这些种子好像是2阶的，果然这老小子藏了一手。血盾竹可燃烧自身气血或者寿元，将飞遁的速度发挥到极致。这个秘术适合我，乃是居家旅行、保命跑路的必备良术。往后几日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情况，大山过得简单而又充实，每日里用灵羽竹以及地引术细心培育灵植，时不时练习下法术。你是不是干掉老张头了？他可是黑虎帮堂主。又是黑虎帮，我看这个帮派早晚完蛋。哟，这小混混怎么又来了？我们老大想找你去聊聊。这是3灵石，知道为什么找我吗？怀疑你跟老张头的死有关系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才炼气前期，只是聊聊而已。之前我们有个堂主也在这里没了，所有想着请这里的人去问问。哦，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。这黑虎帮感觉到头了。寿元减1，怎么寿命突然就减少了？那里不可以。嘿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扣他的。老大，我回来了。操，吓得我差点不行了。美人，等着我回来。帮主你去吧，毒药怎么不起作用啊？他怎么说的？说是要等几天。帮主，他3说可是要筑基了，我们得罪他。筑基算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们这些帮派不入流，我们可是那些宗门世家的手脚。如果我死了，杀我的将会遭到所有宗门世家追杀。帮主威武！呵呵，要不是我犯了点小错，被族内赶了出来，谁稀罕这个帮主之位？区区玲珑竟敢动我的人，把阴煞虫拿来，我要让他的灵田变成死地。怎么感觉我身体变弱了？大山回到院中，看着左右的2棵枣树。枣树这段时间也成长了不少，结出的枣子越来越浑圆饱满。突然，月光下2株枣树无风自动，叶片上的灵纹逐一亮起，形成半透明光罩，笼罩小院。枣树1阶灵植，长期吸收灵药的气息进化而来，其果实可以净化部分负面效果。枣树成熟，居然也有气泡。灵枣护院阵是一种以枣树为核心布置的小院守护阵法，专为炼气阶段的修行者设计。阵法启动时，院落会被一层淡淡的灵雾笼罩，外人难以察觉院落内的情况。阵法在枣树开花时效果最佳。牛逼，
原来你才是院子中的大佬，这一下子安全有了保障。要不催熟试试，搞不好有更高阶的变化。寿元减20年剩余29年，怎么感觉没用啊？进度条一直是99%，跟个快播一样。难道是需要他们自己才能完成突破？不好了，张老头那个送入宗门的儿子回来了。他也认为是我，这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向你这边过来了。你就是大山？怎么了？我爹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认为呢？我只有炼气3层。那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。动手，先问答不答应？雷佛，你是谁？曾哥好，你是想在这里斗法吗？你是这里的管理者，我怀疑他杀了我爹，我要带他走。不可能！你想清楚，我可是黄长老的弟子。那我管不了，除非你让长老亲自过来。好，等着。你让谁等着？前辈，三叔，你筑基了？没事吧？如果大山以后出了问题，我唯你是问。是的，前辈，长老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滚开！我们也先走了。不错，炼气3层了，不容易吧？有个邻居是炼丹师，我最近恐怕要被调离这里一段时间。不过之前药源的事情帮你搞定了下来，多谢三叔。等有空，你让曾阿牛带你去熟悉熟悉。你是不是好奇你的修为提升得很慢？我的体质有问题。是的，其实你父亲和我都是有特殊体质的。我们家不会是什么隐藏的世家吧？现在是要我回去继承族长？小子，你瞎想什么呢？这可能是你祖父早年服用过一种特殊的天才地宝导致的。祖父？是的，你祖父他本来是个凡人，意外进入一个秘境，在里面生活了几年，出来后就是修士了，还是炼气后期大修。说偏了，你的体质我猜测可能是木灵体，这种灵体修行缓慢，但是灵力却是别人的好几倍，每次突破都能使得生命获得升华，所以突破起来比较麻烦。怪不得我能施展很多次的灵雨。我猜测可能对于种植也有好处。这次我在秘境中获得筑基宝物，但是也得罪了一些人，所以你要小心些。这些符箓你留着，虽然你的灵力不能完全发挥出筑基灵符的威力，但是对付一些炼器没问题啊。筑基符箓还需要输入灵力吗？有没有那种直接施法筑基威力的符箓？有是有，但是需要特殊且宝贵材料制作，最低也得是金丹期才能制作，你三叔买不起。三叔，你这储物袋怎么有香粉味？嗨，你好好种田，等你三叔发展起来。怎么感觉三叔有点气运之子的感觉？我记得三婶的父亲就是金丹上人，还有不少宗门女修围着他。我去，那我岂不就是那个给猪脚加战斗力祭旗的？道吧，这毒居然能杀死炼气大修士？不可能！又失败，不会是炼丹老头骗我吧？这破铁锅真的能炼出丹药吗？合欢木切片下，白茯苓2两，1年生人参3两，一阶妖兽骨鞭，切肉末，不要半点苦辣，下葱姜、金米、小茴香，阴阳和合。咦，看这色泽，粉红鲜亮。上品，闻这香气，活而不燥。上品，元族灵线在当归、人参的激发下，那一阶妖兽鞭的灵气已经均匀分配到这主要修仙界的蓝色小药丸。嘿嘿。大山剩余寿元29年，炼气期3层90，长春宫235，合欢木150熟练，众妙丹301小成，效果增加少量成丹率，经级数401小成，增加微量毒素，使得被困者无力挣扎。就是不知道这合欢丹效果如何，得找个人试试。对了，老麦头，这锅肯定炼不了高阶丹药，还是先提升修为吧。长春宫运行1周天，长春宫熟练度+1，灵气滋润，修为进度加0.05。如果不用丹药的话，我的修为就像是焊死了一般，别说修炼半天，就算修炼半年都没有半点感觉。武灵根又如何？只要有足够的资源，一头猪都能成仙，我又何必妄自菲薄？努力奋斗，至死方休。炼气4层，长春宫295，炼气中期，不过是长生路上些许坎坷罢了。这老麦头看着老，实际上年龄才40几，好像也确实很老了。不知道众妙丹行不行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可没多余符箓。你之前的雷符？那是我的传家宝，你想也不要想。你昨天在搞什么？是不是我给你的木头种植成功了？是有一点眉目了，这不是打算给你瞧瞧吗？这丹竟能引动我枯竭20年的神脉。你不会是早就按捺不住，想去风月楼了吧？这丹药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我三叔试过了，反正系统显示成功炼制的。那我就先试试。真不和我去风月楼逛逛？我要去接管宗门药源。这是大事，那就下次一起。你们的皇帝回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有些药材处理耽误了时间。我们先把药源的事务交接。这次你负责的是丙号药源，目前里面的药材已经全部处理掉，
你接下来需要种植的是灵隐草，大约一次可以种植200株，种子和肥料跟我交接就行。那我可以种植其他的吗？可以，不过需要证明你的能力。有些药材不是你炼气4层能够种植的。这次多谢曾哥了，我这里有些三叔留下的丹药。筑基期的丹药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看看。这个我就收下了。你得保密这个丹药出处。那是当然，我就是有个朋友需要，我对这种不能提升修为的丹药是没有兴趣的。我知道曾哥一心想筑基的。是这样，就是那个，如果我朋友后续还需要这个丹药，三叔将销售渠道交给我。当然你也不要和我三叔说，他毕竟是个筑基修士，不雅。那我先走了，这是药源的令牌，嘿嘿。如果丹药有效果，接下来就可以稳定赚灵石了。大山将整个药园全部种植完毕，返回小院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？发生大事了！你再给我10瓶之前的丹药，我就告诉你。老麦头，你这是打劫！1瓶，5瓶，1瓶，3瓶，1瓶，主要就只有1瓶了。真的？那也行吧。我有个朋友对这个丹药挺感兴趣的，你以后准备怎么销售？还没想好，不过价格大约是30灵石1瓶。太贵了，对于修为还没有帮助。我觉得15灵石1瓶。15灵石也行，要不你帮我销售吧，我给你10灵石1瓶的成本价。当然可以，不过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大量销售。黑虎帮帮主在风月楼里面中毒了，估计活不久。没想到吧，这毒居然能杀死炼气大修士。不可能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暗中对我下毒吗？这毒对我根本不起作用，你的伎俩太过稚嫩了。是吗？那你真的以为我只是为了杀你吗？你以为我死了，你就能活着逃出去？你太天真了。逃？我活着就是为了亲自为我的家人报仇。你是帮主，10年了，你竟不记得我？10年前，你为了抢我家的传承，无情屠戮了我全族，我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，他们的惨叫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比你清楚。不可能，你早就死了！我亲眼看着你倒在血泊之中，你全家早已灰飞烟灭，就连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，被逐出了家族。你的死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会让你整个家族陪葬我。你已经不再是人族，你为了复仇，已经变成了怪物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痛苦着死去吧。诅咒成功，黑虎帮帮主剩余寿命40年，奖励20年寿命。厄运之体，使用寿命对目标进行诅咒，修为差距越大，受到的反噬越强。对于加入的势力，使其被无形的诅咒，自己创造的势力除外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奇葩神通？不过效果真的不错，这下子总算没人打扰我种田。炼丹成功，果然我就是个天才。合欢丹加200，20瓶，不过这下材料也消耗光了。主人，外面有人接近。大山，是我。这声音好像是原神发小李虎。小虎，真的是你？你炼气4层了？丹药堆积的。进屋说吧。小虎，你现在什么修为？炼气9层。你去魔域前不是才炼气5层吗？是啊，魔域之中确实凶险，但也蕴藏着大机遇。魔域中普通生物是可以生存的，但是修炼者无法长时间待在里面。就这几年间，我遇到了无数次危险，能活着回来全靠运气。听着确实够危险的。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？我在里面获得了一份魔修传承，这不是想着你修为提升缓慢，给你也试试。魔修？现在国内的资源基本都被世家宗门分刮干净，只有这些魔域秘境才是散修的出路。里面的魔兽适合魔修修炼，我觉得魔修挺适合你的。我现在是炼丹师了。你能炼丹？我不信，还是跟我做魔修吧，这个比较有前途。你看看我的丹药。这是丹药？当然，这是我新的成果，众妙丹，效果绝好。不过你这个看起来也挺有前途的，市场肯定是有的。只要是人，就有那方面的需求，哪怕是修士。你帮我销售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怕卖这种丹药丢脸。我都是魔修了，还怕这个？修仙嘛，不寒碜。1瓶我给你10灵石成本价。没问题，我先去外面开辟渠道，看看市场。这是剩下的功法。你要离开这里了？我需要回诡异迷雾中，外面不适合我的修炼。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等我解决了再来找你。无常离去，如有死的气息，谁在抚
情。大山将成熟的灵植炼制成合欢丹，并通过几个渠道销售出去。灵石加200。外面合欢宗那群姑奶奶都快打起来了，上次那批货还有存货不？你当我是药王转世？缺少大量的人参，古边也难以献取。老规矩，3成抽水，3日内给你堆满后院。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嘛？我有个朋友，我懂，但是我需要材料。好的，我来采买。我可是为化解修仙界道侣矛盾做贡献。能把灵隐草养到这么好，你对种田果然很有天赋。不过是把打坐时间换成捉虫浇水。修炼还是最重要的。现在丙号药园就交给你了，每3个月上交100株灵隐草就行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个，我有一个朋友托我问你之前的丹药还有吗？三叔说缺少一些材料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直说，材料我帮你采购。灵隐草加200，寿命加70年，下等灵田加1，剩余寿元119年。再有2个月又能成熟一批。炼气4层也敢抢爷爷的位置，找死！最近风月楼生意变得特别火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呗。你笑什么？我看你最近总是往大山哪里跑？思春了？胡说，我只是帮他在百草堂内采买一些药材而已。他要炼丹，好像是丹药阁卖给他一份千年丹方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那是我卖给丹药阁的，那种丹方根本不切实际，效果也就比百年好上一些，材料还昂贵，这不是被骗了吗？心疼了。不过对他可能是好事。净说风凉话，我要去和他说明情况。急什么？我观察过大山，他是拥有体质的修炼者，不过是武灵根。难道你？别瞎想，他一直在我这里购买大量培元丹。不过等他到了炼气后期，培元丹的抗药性会大大增加。到时如果能炼制出1000年份的培元丹，对他是有好处的。可是1000年份的药草太稀少了。诡异迷雾深处有大量千年药草，去送死吗？他的体质对于种植方面有加成，未必不能种植千年灵药。而且我猜测他可能有神通天赋。神通是什么？这得从诡异迷雾出现说起。一些修炼者会觉醒特殊的神通天赋，不过大部分很是鸡肋。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吗？只要你能稳定种植出合欢木灵植，那就能获得一场机缘。风月楼，走起，我请客。还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？今年多大了？在下朴到死。在下朴刀锋。年纪轻轻就已经炼气有成，真是前途无量。姐姐好。放心，这姐不能让你白叫，你想要什么，姐都给你打折。我绝对不会堕落的。好像有点热是不是？要不你把衣服脱了吧，你太迷人了。我想蹭蹭可以吗？叫爸爸。先走了，有事再聊。再待一会吗？没空。我怎么就堕落了呢？下次再也不去了。合欢木加100，合欢丹经验加500，合欢木熟练众妙丹小成。又可以炼丹了。我看到无数灵石在向我招手。主人，外面来了个美女。是谁？好像是你前女友。不能被动。我现在也只有一个千年灵药合欢木，为什么总要打扰我种田呢？有趣的人，青木长青体可是上好的祭品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居然炼气中期了。是啊，我只是想安稳种田而已。怎么媚术没效果？山哥哥，千年灵药怎么样了？我就知道你最有办法了。还好，我现在是贤者模式。为什么？种田的谁不囤点杀虫手段？哈哈，你终于成长了。你没事？这只是我的一具傀儡罢了。放心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有人派我这具傀儡来你这里打探千年灵药的事情。不过我发现你很有趣呢。他们想要干嘛？应该是通过贡献千年灵药获得一株草灵的好感。多谢提醒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不过希望你能活到那个时候，你的青木长青体会主动吸引鬼的接近，特别在杀人之后。击杀诡异傀儡，储物袋加1。原来你不是人啊！未知种子加20，灵石加200，灵药资料加1。这个灵药资料一共记载了100种灵草信息。龟息草2阶灵植，成熟后可以作为龟息丹的主要材料。龟息丹可以收敛隐藏修饰气息、灵力。有趣，不过种子是2阶，需要中等灵田。怎么又来了？大爷，你看，这是特意给你买的酱牛肉，还有好酒。我的最爱，快摆上。还不错，酒差了点，这肉味道处理的极好，怕不是有合欢阁的大厨水平了。我这有个问题啊，你还有事啊？那我不耽误你了，我先进去休息了。哎，你不能连吃带拿的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老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众妙丹吗？这小子真的能炼出丹？众妙丹那是什么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
万物之母。这啥意思？你搁我这儿玩绕口令呢？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不过，这和你说的众妙丹有什么关系？说来惭愧，那众妙丹却无什么大用，只有些微壮阳助兴、固本培元之效。天下间还有此等灵丹妙药？晚辈愚钝，用尽一生所学，堪才炼出20瓶，我愿将其低价卖给您，20块下品灵石。我与前辈一见如故，就10块吧。好，我帮你卖到其他市集去。灵石加200，剩余灵石800。接着，大山来到百草阁。大山，丹药练得怎么样了？还在学习中，加油！你们这里有中等灵田出售吗？这个基本都是直接用来拍卖的，但是嘛，学烈，你之前给我的药材都是最好的品质，我怕只有以身相许了。下次给你尝尝我酿制的酒。哎呀，店里刚好有一份灵壤，可以用来提升土壤。价格呢？500下品灵石。成交。剩余灵石300。你发财了，不会去风月楼卖身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风月楼？之前彩衣姐姐说在里面看到过你。我之前帮别人收割灵道赚了一点灵石，小本生意。这样啊，明年是10年1次的拍卖会，彩衣主持的，你感兴趣可以找她要份请帖。当天中午，大山路过风月楼。大友，有兴趣了解一下众妙丹吗？我去，怎么推销到我这里了？同时，大山看到曾哥化一道青红，径直杀入风月楼，一女修迎面挡之。姑娘们都在歇息，暂不迎客。在下曾阿牛，今天要打10个。回到小院中，舒服啊。如果没有生存压力，没有长生的追求，每天这么一顿，确实算得上享受了。大山叔，你在家吗？我还以为你没在家呢，每天都关着门，都好久没见到你了。小猪，好久不见，想死我了。好了，再抱你的小伙伴，脑袋都要掉下来了。还是大山叔你这里舒服，不需要修炼功法，学习各种灵药、灵矿知识。差点忘记正事，春节记得来我家吃饭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转眼又到新年，大山来到这里已经2年了。最近通过双修以及中等丹药，距离炼气5层不远了。大山，剩余寿元150年，炼气7、4层85，长春宫小城310，每运转1周，增加0.1修为。大山来了，快点面坐。尝尝嫂子的手艺，味道极好，比风月楼好吃多了。那是当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往麦头之前有带回来一些吃食。对，大山，我们准备带着小远去宗门拜师。青云宗？不是，小远是火，金双灵根，我们准备带他去雷火宗。小远原来是个天才。我们可能不回来了，这些灵田交给你打理吧。没问题。我们种了10年田，如果想要筑基丹，还需要种植40年呢，还是有可能回来的。那我就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大山开始清理最近的收获。都是修仙者了，怎么还是摆脱不了亲朋好友远去的伤感呢？近1年通过售卖合欢丹获得800灵石，还剩下300灵石。灵隐草全部兑换了500颗中等培元丹，还剩下100颗。二师兄，过来，花灵石给你升阶，你还不愿意？不吃也得吃，就25天，等你升阶了，我带你去风月楼玩。这是你说的哈，我吃。剩余灵石200。7年后，他便景地院门，几乎与外界隔绝，一心培育灵芝。这免息草总算成熟了。免息草加10，额外获得归西术。免息草熟练110，归西术入门。归西术可以收敛隐藏修士气息，隐匿身形，受到攻击时会显露身形。什么透明修行剑？又数日过去，2株枣树上的银白果实越来越浑圆饱满，如同一轮轮圆月悬挂树上。银月枣加42，额外奖励清净符加5。银月枣长期吸收灵药气息进化而来，驱散着体内潜藏的负面能量，净化着火毒、寒毒等负面效果，并使人精神焕发。清净符可以长时间使修士保持心智清明状态，不被邪祟所惑，是一种很好的辅助符箓。还不错，可以用来酿酒。说做就做，大山将酒坛放入地下酝酿。曾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山，你来的正好，合欢丹还有没？最后1瓶了，拿来吧你是来交药草的？是的，9个月，一共是300株。很不错。不过你最近小心点，我感觉以后药园的对你有些不满，有危险就来我这里。匆匆回到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新老大上任，你还加入我们黑虎帮吗？最近有不知名的丹药在我们方氏销售，老大准备调查背后之人。我还要加入黑虎帮？好的。马来西危机重重，先把你这个新老大给诅咒死。寿命减1，慢慢来，看你能活几天。老麦头，我想吃鱼了。那你去钓啊。黑虎帮新老大在调查丹药出处。你想让我去干掉他？你有把握吗？
把握不大，那可是炼气巅峰。再加上我呢，那就根本没有把握了。好吧，最近药园那边有人对我有想法，炼气7层。小问题，干他！我去勾引，你埋伏，人留着给我杀。小子，你总算出来了。谁让你修为最低的，只能拿你开刀了。想跑？晚了。干他！小意思。你刚才哪个是？连环符箓陷阱。牛逼！别废话了，快杀人，然后舔包跑路。他们将现场清理干净，回到院子。击杀对你图谋不轨的同事，其剩余寿命90年，奖励45年，剩余寿命197年。你这个清理尸体过程很流畅吗？你舔包也很顺手呀。零食一人一半。零食加250，除了种子，其他的都给你了。灵樱草种子加800。给，每次杀人都得清理下怨气，不然容易被诡异侵袭的。下品净灵符加1。原来如此，下次有合作再教我。怎么没用？难道是因为我的体质？先试试枣树奖励的清净符。可以勉强压住了怨气，可惜枣子全部酿酒了，得搞些筑基符箓防身。寿命减少80年，剩余寿命117年，收获千年归西草加1，额外奖励筑基隐身符箓1张，归西竹经验加500，隐身符箓可使用3次，每次持续时间较短，约半个时辰，非常适合潜伏和侦查。归西竹小城可以隐藏修士修为，受到攻击时会显露身形。夫人，你也不想，没有攻击符箓，还得再催熟一个千年灵药。寿命减少80年，剩余寿命37年，收获千年灵樱草加1，额外奖励筑基剑符1张，灵樱草种植经验加300，灵樱草大成10年份成熟时间1个月，100年份成熟时间3个月。筑基剑符可使用3次筑基初期实力攻击。这下安全了，就是寿命不多了，那就继续杀人，杀！刚发生什么？突然身体不受控制。大山又使用1张清净符，问题不大，等枣酒酿制出来，就能彻底清除这些念头。现在继续炼丹赚钱，合欢丹加40瓶，炼丹越来越顺手了，那么销售就是大问题。先去风月楼，合发小会合。黑虎帮内，你说这个合欢丹在风月楼中经常出现？是的，我怀疑他们就是在其中售卖。那我们就去看看。总算离开药园了，你三叔又不在，看这次你死不死？师兄，一个炼气中期的灵农需要这么费力气吗？这小子我有些看不懂，小心为妙。那我们需要伪装一下吗？我们伪装成卖药的，这个合欢丹效果还是可以的。风月楼内，查到这个合欢丹出处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卖药的擅长伪装，还懂得各种符箓，难道是他？可是他怎么会我宗师传的丹药炼制之法？不久之后，不是说最近不要卖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看上哪个小姑娘了？这是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你的老相好徒弟来了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哪还有什么相好的，连寿命都剩不下多少了。你师傅他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能连累他老人家。我来是看护一下好兄弟。炼制合欢丹的修士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包间内，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哈哈，因为他们就是我魔宗之人啊。那他们是？他们就在风月楼之中，一共3人，都是炼气修为，但是我怀疑他们背后有筑基扶持。我去看看。大山使用隐身符来到包间外。客官，你们要的酒菜上来了。你们收获怎么样？我一共得到3株千年灵药，我只有2株。清平失踪了，他不会真的喜欢上那小子了吧？不管他，我准备亲自出手对付大山。再有10株千年灵药，估计就能吸引草灵出现。抓到他，一定能从百草阁内获得10株千年灵药。草灵是什么？肯定是个大宝贝。嘻嘻，杀了他们！这隐身能力可是我前世最渴望的能力啊！先去其他房间看看，真刺激啊！他快速在风月楼中巡查起来。这是黑虎帮，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查到了吗？发现一帮卖药的，就在楼下。不会是老卖头吧？得去提醒下。大山来到楼下卖药人身边，这是张老头的孙子。查到大山的位置了吗？就在楼上包间内，一会我会假装卖药的去挨个查看。好，就这样安排。我要让他不得好死。你们放心，下次黄长老收徒，我会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你们的。你们这样就不要怪我了，都杀了。哈哈。大神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个计划，这样，再这样。这样真的能让他们乱斗吗？念灵药，你带给魔宗的人，就说黑虎帮和卖药的那里还有很多。
然后呢？我会去挑拨黑虎帮和那些青云宗外门弟子。可以，我们捡漏铁包。大山来到黑虎帮包间内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当然是有好东西献给帮主。什么东西？我发现那些卖药的有很多千年灵药，这是我意外获得的一株。哦，有这种事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帮你转告给老大的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那就多谢执事大人。嘿嘿，又有立功的机会了。傻小子，这当然是我发现的。你小子不错，算你大功一件。小的们，准备直接干他们。老大，他们自己上来了。送货上门服务。师兄，我们直接找黑虎帮吗？大山毕竟是黑虎帮一员，不要小看黑虎帮这种组织，他们都是世家宗门的黑手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居然敢在我们地界卖药，当我们黑虎帮是摆设吗？不是，我们是青云宗的。你现在就是个卖假药的，而且我和青云宗可是有仇的。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你们看，他们为灵药打起来了，这可是好机会。利益动人心。我们现在干嘛？捡漏！快看，他们在抢千年灵药，还有万年灵药，快抢！快上，抢！溜了，溜了！都住手！当我风月楼是格斗场吗？他能看到我？不然呢？你先去做你的事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多谢。这是我一位朋友的后人，多多担待。是前辈，他就是炼制合欢丹的人。我只是给了他一份合欢木，没想到真的炼制出来了。我想邀请他加入我合欢宗，那估计没戏。找到他们的位置了吗？放心，现在先追谁？青云宗的。这些本地帮派太没有礼貌了，回去估计得养伤半年。利益动人心啊，下次还有机会。这次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，你看，千年灵药，可惜没看到万年灵药在哪里。那你就别想了，有些万年灵药都能当做门派底蕴了。动手！你不讲武德，来偷！呵呵，不承认你们重伤，我还不敢偷袭呢。击杀血仇青云宗外门弟子，奖励160年寿元。你怎么比我这个魔宗的还要熟练？下一个去哪里？那些魔宗的受伤严重吗？我故意暴露他们位置，黑虎帮帮主和他们亲自动手的。取他们的位置。大山和发小又合伙灭掉魔宗的人。击杀贪婪魔宗弟子，奖励200年寿元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草灵位置地图。万年草灵是天地间罕见的灵植类生灵，诞生于灵气最浓郁的秘境之中，需要吸收其他灵药的精气神来强化自身灵力，因此他们喜欢种植灵药。感觉这个很适合我。你还是算了吧，这可是被筑基修士盯上的。那就等修为提高再去。也行，我回去就打算筑基了。这么快？和你做了这几单生意，我也赚了很多。灵石一共1500亿，一人一半。灵石加750，剩下的等我卖掉再和你分吧。算我投资你筑基，这些种子我就收下了。也行，等我筑基了，我们就去干票大的。这些千年灵药也给你，我目前用不到。那我就收下了，等我出关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再搞定黑虎帮，我就能安心种田了。诅咒黑虎帮新帮主，花费寿命10年。黑虎帮帮主心魔滋生，发疯而死，奖励寿元60年。这是诅咒生效了，大概花了30年诅咒的寿命，收获60年，赚了30年。去问问老麦头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？这黑虎帮帮主死得可惨了。先是乱斗受了伤，回去之后发现手下正在和夫人偷情，死。关键还不止一个手下，拼着重伤击杀了手下，结果被别人盯上了千年灵药，当晚就遭到3波偷袭。这都没死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听说魔宗和青云宗的弟子都没能回去，就他还活着，鬼都知道是他做的。这是不是你干的？当然不是我。哈哈，我就问问，那个帮主重伤之下气血攻心，走火入魔死掉了。修士就这？按理来说不至于，但是可能也是气运如此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又能卖药了。放心卖，合欢宗圣女想邀请你加入。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。我帮你应付，他们会定期采买你的丹药，你需要提高产量和质量了。没问题。修为也很重要，如果能炼制更强的合欢丹，我会帮你申请一份合欢宗的荣誉长老身份，也算有了安全保障。你和合欢宗？以前我也是个风流倜傥的一表人才，天赋极高，万花丛中过。嗨嗨，怎么，你还不信？信？怎么不信啊？那我回去炼丹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魔宗灵药
青云宗外门血仇以及黑虎帮的觊觎之心后，大山又回归了平静的生活，继续着种田炼丹的日常。时光飞逝，半年悄然过去。种妙丹加500枚，种妙丹大成，增加50%成丹率，丹药品质提升50%。估计圆满就能对筑基修士有效果。那么升华之后呢？还得继续刷熟练度。不过普通的培元丹对我修炼没有了效果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丹房内终日烟雾缭绕，大山全身心投入到上古培元丹的研制中。大山在家吗？开门。这是合欢宗圣女，这次过来是收购丹药的。不知道有这次炼制了多少种妙丹？一共有300，不知价格。15灵石1枚，我全要了。灵石加4500。大宗门就是豪气。你的煞气快要溢出了，需要处理，可以来我们合欢宗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不急，早就快好了。你都卖了？还有100枚加强版，特意为你留的，15枚灵石1颗，包在我身上。最近方士人数激增，这东西好卖得很。灵石加1500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之前的那个秘境扩大了，有人又获得筑基宝物。看来你是想去秘境看看？不是，我得更努力炼丹。大山望向云雾缭绕的远山，院子里传来二师兄的声音。主人，我感觉可以化形了。提升少量灵智，可以进行简单行动，开启修炼传承之路。目前血脉进阶3，修为炼气1层。1天8块灵石喂养，25天后可以进一步开启隐藏血脉，下一血脉进入生长期，可增加天赋。接下来灵药浇水，除虫就交给你了。还不如不升阶呢，那样还能躺平。山间晨雾未散，大山踩着沾着露水的青石台阶，快步朝着灵田管理层的阁楼走去。小子，你可来了，种妙丹还有吗？嘿嘿，这次是加强版的，目前只有你有，一共100克。灵石加1500。很不错，我看你最近种植的很好，是不是可以试着种植百年灵隐草了？不瞒曾哥，我已经种植过百年灵隐草。哦，那我这里有个好差事给你，以后药园灵农消失了。我就知道这是有门路。我怎么才能种植？需要你到达炼气后期，但是我能帮你操作。那就多谢曾哥。这次的丹药是试验品，就不需要灵石了。我虽然可以帮你操作，但是你必须3年内到达后期。没问题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次店租一共400株灵隐草。不错，你的药草都比别人的成色好。有空你去以浩药园自己看看吧。我现在有事忙去了。怕不是去风月楼大战一场？大山回到家，你是来给我好处的吗？别说了，因为千年药草，黑虎帮倒闭了。那你现在？最近方氏外来人越来越多，有个宗门邀请我加入，这不是想着带你一起吗？什么宗门？山河宗。有点熟悉，不会是干房地产的吧？你别看它不是一流宗门，但是在修仙界赫赫有名的，谁家宗门需要建设不找他们？你知道风月楼吧？就是他们建设的。这么厉害？你加入吗？这我要是加入了，自带报，不得分分钟倒闭跑路，我得考虑一下。那我先去试试水。有个问题。你说。你和之前的帮主夫人没有关系吧？其实吧，这也不能怪他。以后见面你得喊嫂子。细雨如丝，将竹林小院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你是说高级培元丹对我到达炼气后期就不起作用了？是的，高级培元丹最多助你到炼气6层，想要冲击后期得另寻他法。我有一个培元丹古方，那是我刚来到这里没钱卖的丹方啊。这个古方需要千年灵隐草作为主材，可千年灵隐草生长不易，不是每一株都能顺利成长到千年的。看来我的催熟可以无视这个条件，不过那样寿命就不够用。这个丹要怎么炼制呢？10株百年灵草。可以，我最近刚好在培育百年灵隐草。给，这是注解，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多尝试，失败多了也就不会再想炼制了。大山来了呀？是啊，过来购买丹药。你怎么不开心的样子？还不是最近房氏人多闹的，山河宗的牧徒想要包养我，他好像是入赘山河宗的吧，所以我就没理他，还一直不断骚扰我。我已经辞去琴师的工作，接下来就是筹备拍卖会，然后我准备闭关筑基了。怎么都准备筑基了？筑基这么简单吗？以前筑基是很困难的，但是1000年前一位炼丹大师改进了筑基丹，价格变得便宜，还能保护突破的人。没有副作用吗？材料都是从诡异迷雾中提取的，会对元婴阶段的心魔加强。散修有几个能到元婴的？接下来，大山将所有灵隐草兑换为高级培元丹。堂堂药宗圣女，居然躲在这里调教小男人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你保密的。你那个未婚夫可是满世界找你呢。随着丹药入腹，大山的修炼恢复了正常。炼气4层99，
突破，炼气5层1，牛逼，继续。3个月后，炼气6层99，不行了，高级培元丹无法送我到炼气后期，得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，还有拍卖会。2师兄突然从灵草丛中窜出，圆滚滚的身子抖得毛发乱颤。主人，那个女人又来了。谁？好久不见大山，没想到你快炼气后期了。他能看破我的归西竹，也对，之前那个种子就是在他那里得到的。你是人还是？这次怎么不想着直接干掉我？你找我是有目的的吧？不仅修为长了，还变得更聪明了。为了草灵？不错，我需要他疗伤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可以，但是我现在连后期都突破不了，怕是帮不了你。不急，我都等了无数年了，也不急一时。那我修炼了，你请回吧。不请我进去坐坐，我们还可以做些快乐的事。我可不是宁采臣，我不好这口。那好吧，这个给你，可以帮你压制即将狂暴的煞气，有危险也可以带着它进迷雾中。你这阵法也很有趣呢，真是个有趣的人。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破炼气后期的机缘，大山决定前往拍卖会。别再来找我了，我已经不是风月楼琴师。彩衣姑娘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。大山，这是你的请帖。多谢彩衣姑娘。真的感谢我送点你炼的丹药。这你可扛不住，现在的丹药只对炼气前期有作用。这样啊，那我等你技术上来。你的室友不就是炼丹师吗？他有规定，不能给其他修士炼制丹药，当然培元丹例外。但是高级培元丹对于筑基就没有效果了。等我突破，保你筑基。那我就先谢谢大山了。这个人是个灵能，无碍，彩衣不会看上他，找机会拉他入宗门，或许有用。是的，他真的这么说的？是的，你现在不加入也不行了。那行吧，不知道你的小身板这次能不能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要参加拍卖会了。如今穹顶下，拍卖会场座无虚席。随着青铜编钟轰然奏响，一袭广袖的顾彩衣款步登台，引得台下修士目光纷纷聚焦。欢迎各位道友来参加本次拍卖会。我只能说，此次拍卖会将会有重量级拍品登场，定然不会令在座的各位道友失望。彩衣姑娘，快开始吧，我的储物袋早已饥渴难耐。首先是第一件拍品，能增进炼气中后期法力的灵丹运灵丹。我想此灵丹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？好像对我的修炼没有帮助，这体质也太耽误修炼了。据说运灵丹极为难炼，普通丹师根本不敢尝试。运灵丹每瓶10枚，起拍价400块灵石。我出420块，450， 480， 500。一番激烈的角逐后，2瓶运灵丹最终以580块灵石成交。第一件珍品花落谁家？诸位意犹未尽吧？且看第二件，2阶灵植赤银黄麻，炼制筑基符箓的原材料。起拍价每枚种子1000灵石，每捆附赠完整催种秘术玉简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块灵石。拍卖师话音刚落，现场的符师开始纷纷竞价，毕竟高阶符师也是颇为富裕的修仙群体。老夫出1200块灵石，我出1500块灵石，2000灵石，2签3次，恭喜这位道友。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来的灵石？估计是哪位筑基真人的后代吧。筑基符箓材料珍稀，就算拿到种子，种不活也是白费。还好来这里之前花费了240年寿，催出了3株千年灵银草。筑基剑符加3，可使用3次筑基初期实力攻击，或者爆发1次擅长剑道的筑基修士全力一击，杀伤力强。灵银草大成，效果1000年催熟时间80年。接着又是一堆拍品之后，接下来该轮到我拜托彩衣拍卖的早酒登场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先看一件特殊拍品，虽无增进修为奇效，却能固本强元。此乃灵石加拍之物，出自神秘炼丹大师之手，更是加强版。诸位不妨赌上一试。彩衣姑娘试过效果吗？众妙丹一共50瓶，每瓶10枚，起拍价1000块灵石。各位道友，老夫心纳美妾，正需此物固本培元，还请割爱。你个老不死的，我家夫人说了必拿下。1200灵石，1500灵石，2000灵石成交。这应该是老麦头拍卖的，没想到这木土出手如此阔绰。接下来银月早酒可驱散心魔煞气，保修士灵台清明。不过仅限炼气期，修为越高效果越弱。但这口感吗？本拍卖会金丹修士尝过也赞不绝口。10坛起拍100灵石，居然有这种神奇的宝物！500灵石，老夫纵横9到100年，这等佳酿必须收入囊中。700灵石，老登不要出来倚老卖老。1000灵石，这身形难道是老麦头
1000灵石第3次成交。诸位，接下来这件拍品，它来自神秘秘境，大家请看。玉盒自动开启，一颗灰黑色的剑形种子悬浮而出，表面裂痕密布，却隐隐散发着肃杀剑意。这是传说中的剑种，不过气息萎靡，它是早已枯死，除非特殊体质的人才能救活它。可惜了，如果是可以培育的灵种，搞不好还能从中领悟剑意。此剑种，老夫势在必得。3000灵石。我说赤峰老鬼，你没灵石就别瞎嘚瑟了，老夫可不吃你这一套。3500灵石。呵呵呵，既然这么热闹，我也来出个价，4000灵石。5000灵石。这位小友，这可是一颗枯死的种子，有点引人注目了。还好提前用龟息竹遮掩，待会直接隐身走人。最终，剑种以5000灵石的价格成交。老大，你看有人拍下了。等会跟紧他，估计又是一个木属性的特殊体质的人。可惜，哪怕就是特殊木属性的人，也无法让他重新焕发生机。诸位道友，普通拍卖已圆满落幕，接下来登场的是本场拍卖会的3件镇店之宝，每一件都足以掀起修仙界的风云。暗影刀，此刀专为暗夜暗杀而生，出鞘无影，斩敌无形，起拍价3000灵石。4000、5000、10000。接下来的就是5行元气桃，可增加10年寿元，唯一性，起拍价10000灵石。15000。3万。35000。4万。若能得到桃核培育，可惜我这点灵石。最后就是每次拍卖会都会准备的筑基丹，1万。3万。8万。是等宝物，不是我能染指的。溜了。吃了，明明他刚出来。没关系，让灵犀鸟找出他的位置。想拿走我们的东西，怎么可能？感觉隐身也不安全啊。但是这个种子可能养出剑法类的气泡。在这边。麻烦了。看你小子往哪里走。等他出了方式再动手。三婶，我可能有麻烦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？大山将拍卖会的事情解释了一遍。跟我走，他们有筑基石。很快，一处幽静的地方。真是奇怪啊，居然跑到这里幽静之处。这里可真是杀人越货的好地方。超，筑基修士这么不要脸的吗？恐怕那枚剑种从一开始就是诱饵。那我岂不是帮别人背锅了？男的杀了，小娘子留下。我这里有筑基符箓，三婶，我们配合有机会反杀。不用这么麻烦，爹，有人欺负您宝贝闺女。让我看看是何方神圣这么大胆，居然有帮手。老大呢？回来。金丹修士，前辈，无意冒犯，家师也是金丹修士，那更得斩草除根了。见过姑姑。三婶，这些杂碎就交给我吧，别脏了您的手。行，嘿嘿。本来想低调行事，出来混，没点靠山怎么行？寿命加250年。小子，你三叔呢？他去寻找机缘了。好吧，小子，最好让你三叔赶紧过来提亲，不然……前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给，这枚丹药能帮助你突破炼气后期。丹药比较狂暴，现在服下吧，我给你护持。不会是毒丹吧？不过问题不大，我的体质可以抗住。果然是特殊的木体质，多谢前辈赐药。小子，这枚丹药可不便宜，等你筑基之后，需要帮我做一件事。是的，前辈。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不知这些人，龙蛇宗的人，他们宗主也是金丹修士，听说他们一直在找特殊的木体质的修士。你应该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。不过不用担心，那个老家伙已经寿元无多了。那就好，回去多搞点寿命，诅咒这个老不死的。不过你想要突破筑基可不简单。难道你也没有办法？很难，无气运不能成，光是到达炼气巅峰就要花费海量资源。小辈炼丹一道上，叫我有天赋，就是售卖不太方便。哦，把你的丹药给我看看。这种妙丹居然是他炼制的，无耻。有趣的丹药，可惜对高境界没用。你想靠卖丹药收集资源？是的，我不喜欢出门。不就是怕死吗？我听说父亲你以前不也是怕死才学炼丹的吗？我那是天赋异禀，家族求我留在族内潜心炼丹的，不然你以为谁都能成为3阶上品丹师的？前辈自然是天赋异禀，晚辈只是不喜欢打打杀杀。和你三叔一样，就知道骗人。你刚刚才不眨眼干掉3人。我会跟青云宗打招呼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售卖丹药，我能顶得住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定赴汤蹈火。晚辈之前意外获得一份1000年灵药，特献给前辈。合欢宗的，有趣，对我有点用处就收下了。你小子比你三叔强，一看就不是正经灵职。这是药宗圣女，
你有什么炼丹疑惑可以找他。是的，老爷。龙蛇宗内，青云方氏的几个死了，算了，反正也凑得差不多了。等我培育出龙蛇果，寿元就能大大增加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处遗迹好像是个宗门遗址。你消息落后了，是一块域外陨石，宗门只是建立在其上而已。好像下面有通往地下的通道。这下我们方氏怕要迎来无数冒险的人。